这个不能喝，这个不能接线喝，一喝就炸。就是大火球都喷出来了啊，把我吓了一跳，直接嘣一声，那火球直径得，我觉得得有个70-80公分。急急忙忙来到高级饭店，不是吃饭，是修电。进入厨房，漆黑一片。哦，配电箱在哪里？它配电箱，哦，大的。他昨天吧是这个爆了，刚开始来的时候黑了都。对，刚开始来的时候吧，我一看这个都炸断了，炸断之后我以为是这个炸了，我给它放上了，放上之后我以为这个没事，这个线然后在上面你测一会儿，然后我一合又爆了，这个我还没合，这个是炸断了，我就给它炸黑了都。这个是怎么黑的？是？这个这是2次合，然后炸了又黑了。哦，下边打火直接把它上边打火，然后把它喷的。对，上面打火把它喷炸了。对啊，喷的成这样了。对，然后这个我操，这个炸这么厉害！我感觉这个炸够呛了。这个炸的好厉害啊！这个，线拆了，一合就炸。它为啥一合就炸呀？这个是接的啥呀？这是包起来的。这下边，它基本上都是走的这种线，我看了。对，这种水线。它是走的地下，然后那边有明的，那头有明的。像这种一送电就炸，基本上就是短路很严重了，就是线与线碰在了一起。但是用望远表测还不短路，3根线之间还不短路。把档位调高以后再测线与线之间，它是有反应的，有电阻。有电阻并不一定说就有问题，因为那头不知道连着什么电器有回路，所以就这样你就不敢送电，一送电就爆。所以说线的那一头是有问题的，得看一下这根线怎么走的，接的什么电器，线太多了。他们说这一路一路电线有可能是接这些灶台的，所以现在大家都怀疑是电线在线槽里出现了问题，还是说是后面的电器出现了问题呢？也就是这些电锅是不是出现了问题？这些电线从线槽出来接到这些电磁锅上，线没发现有破损的地方，没发现问题，那就先打开这些线槽，看看这些水线有没有出现问题。有问题，线破皮了，再往前看。哎呀，这线都爆了，这个没咬的都没了。这个没有电，说明就是它。不是，这你看都这全换线吧？它不是一个事儿，全换吧？它很多。看这线，这些都短路了。哎呀，应该就是这根事儿弄不好。那里边还有老鼠，这线全换。那个，我先跟他老板沟通一下。对。不光外边的线被咬了，锅里边的那些线也被咬了。奇怪的是，只有一根线受损严重，其他的线咬得很轻。难道老鼠也懂电？它知道这根线不带电？再往里，这边严重，这个线被咬断了都。他们说有个锅不好使，可能就是这一根。最后就是这么处理的。老板说先不换线，待他日不忙时，或许大概再请我来干。如果换线，怎么才能让老鼠不咬线呢？那得套铁管，就是一个锅单独走一路线，这样或许更好一些。那现在只能用胶带缠了一遍又一遍，这样这边的电路就恢复了，还得看配电箱。哇，击穿了啊！导轨都击那。导轨都打活了。都打这个大活的。换上新的漏保，接上电线，关键是合闸送电，谁干？火球很大，直径70-80公分。我以前出现过，就炸到我的眼都看不见了那个。我操，手都打黑了。所以说还是得远点给它送电。离远点好。好了。好了，那不是锅亮了？亮了。
哦，那个没问题，其他都没问题。等，我出去，稍微等，我得出去以后你再喝。也没事。我在这了，大不了我一句。上喝。来，好了吗？这个好了。啊。哎我操，下。好吧。好了。好。还有哪一个？这样说出去叫人笑话呀，大哥。这个棍子喝啥呀？那你怎么不喝啊？这个烤箱啊，你怎么不喝？我抱过来都有心理阴影了。还好，所有的电都正常了，惊心动魄的一次维修啊！好了，感谢您的观看，请多多指点。这又是一个疑难杂症啊！配电柜里这几个漏电保护器，有时候一块跳，有时候跳一个两个，同时跳，不知道什么时候就跳了。所以说这个故障感觉很奇怪。现在这一排设备开着都没什么问题，再去看对面那一排设备，他们说好像对面这一台设备只要不开，那个电闸就不跳。但是这一排设备它没有跳闸的呀，他们也有单独的配电柜。看一下配电柜啊，这个配电柜里的电闸不是漏电保护器呀，是普通的空开呀，和刚才看的一个配电柜不一样。所以它这个故障现象怎么去检查呢？有没有一种可能是误跳呢？我说的误跳，比如这台设备没有漏电保护器，它漏电会导致其他漏电保护器跳闸。这台设备还做了个地线，这个地线没敢往上接，接上以后电闸会跳。这刚刚单独做了个接地体，没敢接，那是不是这台设备有漏电的地方呢？我感觉这台设备有问题，可以打开配电箱看一下。设备的驱动哪去了？数控设备都有个大驱动啊，没看到，应该在上边。这是设备的进线，经过保险丝，下边有个交流接触器，然后进入变压器。我想测一下外壳带不带电。刚靠近设备，电笔就亮，这个反应这么强烈吗？电笔慢慢的靠近，就亮红绿灯，测设备的外壳是带电的。数控机床外壳不接地都会带电，看一下带多少伏的电。22伏，有可能比这个还高，因为我穿的是绝缘鞋。这个控制水泵电机的，就是往那现在都没启动呗？对，没启动，启动都没启动。这些就地电器控制外部的，这些都没启动。然后哪些启动了？现在就是一个驱动器启动了。驱动器的单独关吗？有一个电闸，单独的电闸。有这样的，它有个220的那个，有个220的控制电路给驱动器的。现在没有。拉下驱动的电源，电笔在测外壳就不亮了，外壳现在不带电，用速显电笔也没有显示电压，所以说怀疑它的驱动有问题，或者是电机有问题。只要驱动不开，设备外壳不带电。下面就测量驱动器或者是电机。现在是断开了电源，不带电。指针腕表测漏电，测这些输出电机，也就是主轴电机不漏电。看一下这个叫什么电机的？漏电。层4开档我没调零，测的是漏电的。驱动下边2路线，看是哪一路线的问题，或者说是不是驱动本身的问题。拆掉负载线。腕表测量这6根线与地线，看看哪一个是漏电的。这一个是漏电的，写着 UVW 啊，这就是电机线。给腕表层4开档做一个调零，我看一下漏电的程度。再测量电机这3根线与地线，100到0啊，漏电。把档位达到层1档，再做一个调零。好了，差不多了，再测一下电机线与地线之间。表针100到0啊，
这是短路了呀。那这个漏电就厉害了。既然确定这路线漏电，那是电机漏电还是线路漏电呢？去电机那一头，这个要进到设备里边去。电机的线插头，拔掉插头。这就想单独测量一下插头和单独测量电机，看哪个有问题。先测量插头这几个插孔对地，测的都不漏电。测量电机里面的端子与外壳还都不漏电，电机不漏电，这就很奇怪呀。拔下来以后就不漏电，你看怎么测它都是不漏电。拔下以后在这头测它也是不漏电，所以说很奇怪。把插头再插上，插上电机以后再测，一测还是100到头漏电，还是有问题，还得拆插头。我怀疑插头不好，那就把插头打开，看看有没有新发现。有发现，看这里，这边这2根线都磨破皮了，露出了铜丝。它这个插头是金属的，所以说与金属打在了一起，导致一开机就漏电，对设备外壳漏电。这个要做一个防护，做一个绝缘，用一个橡胶管把它套起来，然后防火拉管，还有这个胶带。电线做的绝缘太厚，反而不好装了。把插头插上，再测量，当然没问题。把电路恢复，开机运行，很正常，很好。这样后面的地线我也给它接起来了，这是往地下打了一个铜棒，这样就好了，设备运行很长时间没问题，问题就解决了。感谢您的观看，请多多指点。